我再给大家去讲，我们还有一个模型叫 CITO， 这个就是我们称之为专家脑。这个专家要解决的核心的就是在我们的专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如何去像人一样去分解任务，是吧？能够把复杂的任务分解成简单的任务，分解到我们的大模型可以使用的这个 tools 上，可以去调用的这个。那在这个领域其实也有专业的榜单，叫 Berkeley Function Call， 这是伯克利大学他们所推出的，专门去比一个 AI 看谁分解任务、分解指令做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在这个比赛里面，其实我们在小尺寸的模型里面，仍然也是全球的最领先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在这个领域，其实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尤其在数据分析领域要解决问题，可能就更复杂了。最复杂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在数据分析领域，因为我们需要非常非常的严谨，要很严谨。我们的分解任务的时候，其实是不能产生不稳定的分解任务过程的。什么叫不稳定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 iPhone 17刚发布不久，我们其实很多的客户呢就开始研究 iPhone 17发布之后，比如我们很多手机客户是吧，都是我们的客户，他们要分析是吧，竞品到底这个它发布了以后声量有什么样的变化，销量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都知道其实有很多的数据分析软件里面，它其实都有产品品类的一些销量的一些理解，抓取了一些评论，做了一些预测。但是如果你真的在一个数据分析软件里面，你去找 iPhone 17的销量，或者是 iPhone 17的 Social Buzz 的这些声量正面负面，这里面就有大量的一些人工智能可能今天还不方便解决的问题。举个例子，你让人工智能给一个帖子去做一个评价，说这个帖子代表了正面还是负面，可能我想告诉大家的，它这个礼拜说它是正面，下个礼拜它就是负面了，它是有一定的不稳定性的，并不是幻觉问题，它就有一定的不稳定性的。或者说你让人工智能去理解说 iPhone 17这个概念， iPhone 17它可能这个礼拜它认为 iPhone 17包含了 iPhone 17 Pro、 iPhone 17 Max、 iPhone 17 Air， 是吧？那下个礼拜的时候他说iPhone 17手机壳是不是也算 iPhone 17啊？那实际上今天大家如果使用我们各种各样的 C 端的这种智能体和模型，它来去解决我们的复杂的数据分析类的任务的话，其实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你根本没法用它来做定量分析的，没法用它来做定量分析的。所以今天我们 DeepMiner 的我们的自己的 Agentic Model， 包括我们的智能体的整个的框架，就是要去把这些问题都去解决。那最近其实大家看到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AI 公司叫 Palantir 其实他们推出的一系列的新的产品线叫 Ontology Driven Agent。 其实 Ontology 其实在中国我们管它叫知识图谱，是吧？就是它本来是个哲学概念本体，也就是说我们要对我们在数据分析领域，在商业决策领域里面，我们要研究的任何一个对象，我们要精确的定义它是什么，它不是什么。这里面其实今天的模型本身在处理这类任务的时候，它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如何把这个确定性和稳定性通过有效的技术手段去处理，这个也是我们的整个的 DeepMiner CITO 我们这系列的工作要解决的问题。那同样道理，我们在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要每天的去做在线强化学习，甚至我们自己要给自己出很多的考试题。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下午也会给大家去分享我们的 AI 认知榜。 AI 认知榜是我们不停的去考大模型，说你怎么理解某一个行业的产品，理解某一个品类。同样道理，其实我们也用同样的方法在考我们自己的 DeepMiner， 我们每天都要考试它，是吧？不停的问它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在线强化学习是非常有意思的，每天问 DeepMiner 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的问题，看他是怎么回答的。同时问题你要问的 reasonable， 我们提前也要对有一些答案做一些正确的预测。所以其实掌握了这个领域的好的题目和答案对应的这个数据源，也就是说建立它对应的 benchmark，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那最后呢，我想说，其实我们为什么还要做一个中枢系统，做个 foundation agent 呢？实际上今天的 agentic AI，尤其是 agentic model 的这个部分，它还是非常技术非常不成熟，很难解决通用问题。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让 AI agent 把全世界所有的工具都连上，所有的软件都连上，它不太可能准确的执行任务的。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我们在每一个细分领域的榜单去打比赛的时候，虽然我们打到了第1名，但是一般100分满分的分数，我们一般得到40-50分都已经是第1名了。也就是说，今天确实还是很多的问题。那所以其实我们采用的方法是做了一个 foundation agent，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基础的 agent 的中台，我们可以基于这个中台帮我们的客户和合作伙伴去打造你的垂直领域的 agent， 垂直领域的 agent， 也就是垂直领域的 agent 这个
技术难度挑战就会小很多，因为我们在每个垂直领域可以单独的去集成这个垂直领域相对少一点的工具，比如说我集成100-200个工具就可以了。这个垂直领域，比如说跨境电商的数据分析，比如说我们的小红书的这个数据分析，或者我们的抖音的数据分析，每一个细分领域其实它的数据相对就少了，工具少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单独的去做训练，单独的去做一个隔离开的这样的一个 agent， 这时候它的执行任务的准确度就会高非常非常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foundation agent 去打造了一个底座，给不同细分行业来去做，甚至我们可以给每一个客户单独做一个你客户自己独有的这样的一个 agent。所以这个其实是 foundation agent 它可以去做的事情。那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框架是一个多智能体框架。那其实我相信咱们在场的很多朋友在自己的公司里面可能都会打造过自己的 agent， 是吧？大部分应该打造的都是一个 single agent， 就是他可能掌握几个工具做一些简单的任务。但为什么要去做一个 multiple agent， 做一个多智能体呢？这里面的核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将来的这个社会还是需要分工的。可能广告公司 A 做了一个 agent A， 是吧？广告公司 B 做了一个 agent B， 广告公司 C 做了一个 agent C， 是吧？那这些 agent 之间是可以协作的，他们之间应该是分布式开发的，分着开发的。那每一个人开发了自己的 agent， 他又可以在一个大的框架里面去协作，甚至是竞争，是吧？大家有没有看到？就右边这是我选择了一篇论文，它讲了这个 agent 的几种组织形式。首先大家看中间这个 structure， 是吧？我们人类的组织形式里面就有这种centralized， 也有这种分布式的，是吧？也有这种科层式的，是吧？这个 hierarchy 的这种科层式的。那同样道理，我们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是吧？有竞争，有这种协作，甚至是竞合关系。那其实我想说，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广告公司，我们的甲方客户，其实经常我们在同一个赛道上可能挑5个广告公司赛马，是吧？这个其实就是竞争关系。所以呢，你想将来你打造的 multiple agent， 可能就是每一个广告公司的 agent， 他们之间过来，有一个赛马的竞争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未来的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长期发展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的 DeepMiner 这个 Foundation Agent 它是一个多智能体的框架，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在 marketing 这个行业来去构建未来这样的一种工作模式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DeepMiner 可信的智能体，可信的 agentic model。那在可信的这个过程中，今天其实我想分享，从明略的长期定位来讲，我们要打造的是可信的人工智能。准确来讲，我们想打造的是数据驱动的可信生产力。那在这里面，其实我们的2大品牌，一个是秒针，一个是 DeepMiner。未来它所扮演的定位是什么呢？秒针长期来讲，在我们的这个业务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可信的数据。可信的数据，从第一天我们开始做广告测量，到今天我们做内容测量，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其实我们想扮演的就是我们的客户最可以相信的数据。因为今天在互联网，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诞生之后，我们互联网充斥着 AI 生成的虚假数据， AI 生成的虚假信息。我们希望在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环境里面，帮客户一直守住还有一些数你可以信，在秒针的系统里，在秒针系统里。那 DeepMiner 是什么呢？是可信的智能体，可信的 agentic AI 和可信的 agentic model， 是吧？所以其实未来我们的整个集团旗下的最核心的2个大的品牌，其实是要朝着这2个方向来去定位自己。